美国海军新闻最近公布了解放军2021年的装备进展情况，他们发现了这么一个现象：东海舰队在本年度列装新舰只的数量相对偏少。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近日，美国海军新闻网站发布了题为“行动中的计划：中国海军2021年大规模舰艇服役”。作者在文章中称，说2021年对中国人解放军海军来说是硕果累累的一年，至少有8艘大型导弹驱逐舰、2艘两栖攻击舰和1艘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加入了中国海军的行列。然而，令人奇怪的是，没有1艘大型水面战舰被分配给专门用于台湾海峡作战的东海舰队服役。面对韩国、日本的北部战区海军接收了这些大舰，这意味着中国海军的目标已经放到了公海的活动上，而不仅仅局限于台湾海峡。055型万吨大驱拥有112个垂发单元，排水量超过1.2万吨，因而被北约国家视为是巡洋舰。该级舰是中国舰队目前最强大的水面战舰。自2020年底055万吨大驱南昌舰入列以来，去年呢又有4艘入役。美刊认为055型驱逐舰是目前世界上建造的最大的水面舰艇，满载排水量大约是13000吨。相比之下，美国海军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和阿利伯克3级驱逐舰，其满载排水量也不过9800吨。英国的45型驱逐舰重量更轻，约为8500吨。虽然中国官方将055级称为万吨级驱逐舰，但自2017年以来，美国国防部一直把它们叫做巡洋舰。055型万吨大驱的垂发系统兼容热发射和冷发射2种导弹发射方式，它可以携带反舰导弹、反潜导弹、防空导弹等一系列的武器系统。很多先进的导弹呢，都可以从其垂发系统呢发射。美国媒体分析说，中国海军计划为其首批055型万吨大驱配备射程为200公里的红旗 9B 防空导弹武器系统、鹰击 18A 反舰导弹、新型的中程防空导弹和陆基攻击巡航导弹。除了昂贵的055型以外呢，去年中国海军还有5艘相对小一些但是更经济的052DL 型驱逐舰服役。尽管其海军技术迅速发展，但中国第1艘多用途的驱逐舰仍保持其先进性。052D 驱逐舰从其该级舰的第14艘，也就是师部舰开始，被改成了052DL 型。该舰比原来长出了4米。这个被额外加长的部分涉及到船尾的机库和直升机的甲板，可能是为了容纳更新的直20直升机。中国的造船企业2021年呢，还向解放军交付了2艘新的075型两栖攻击舰、南海舰和广西舰，它们代表了中国在两栖作战领域迈出的重要一步。随着传闻中的076型无人机航母即将出现，另外一批8艘071型船坞登陆舰也依然在建造中。随着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，外界呢可能会更加密切关注东海舰队他们的装备发展情况。虽然075型看上去要比美国海军的两栖攻击舰稍微小一点，但以法国、西班牙以及澳大利亚目前所列装的两栖舰船相比，它们的甲板更大，携带的舰载机也更多。该舰以意大利未来的
航空母舰非常接近，甚至呢可以把075型两栖攻击舰称为准航母。最令美国人惊讶的是中国的造舰速度，特别是造075的速度。中国媒体将中国军舰的快速下水和列装称之为下饺子。据报道呢，中国海军呢总共向造船企业订购了8艘075两栖攻击舰，而有媒体透露说，甚至呢，中国海军还有一个更大、更先进的076型两栖攻击舰的版本。到底是不是这么个情况？美国现在呢，仅仅也是猜测。那么，除了水面舰艇以外，2021年，中国在核动力潜艇的研发、生产和列装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，至少有一艘094型近级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在2021年服役。美国媒体推测说，094型核动力潜艇装备有12枚巨浪2型潜射弹道导弹，该型导弹的估计射程大约为7400公里，是中国战略核反击力量的一个重要支撑。按照美国刊物的分析计算，若考虑到如此大规模的生产，去年仅驱逐舰就为中国海军的舰队带来了总共768个垂发单元，可以和整个英国皇家海军服役的舰队相媲美。2021年，中国海军服役的所有舰艇的准吨位达到了10万吨，远远超过太平洋地区任何其他国家的海军。随着日本重新发展其海上力量，韩国呢也表现出了要建立蓝水海军的雄心，该地区有可能会进入另外一场海军军备竞赛。但是美国媒体感觉到比较奇怪的地方是，中国并没有把新下水、新列装的这些大型舰只配备给东部战区海军，这意味着中国海军的发展目标呢，并不仅仅局限于解决台湾问题，而是要走向远洋，走向深蓝。看起来，中国要建设一支世界一流海军的目标是真实的，而且正在稳步的推进。凭借庞大的造船产业链，不断增加的军费，中国海军要实现跨域式发展，远比其他国家来得容易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